空气污染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环境致癌物质之一哦，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其实雾霾天对我们的影响真的非常严重。雾霾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短期时间内不能够有效的去改善它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好自己有效的防护呢？那第一个呢，我们想讲的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身体。其实大家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雾霾天呢，我们的窗户要紧闭，室外的这个空气的这个有害物质浓度太高，我们尽量的不要做这样一个空气的兑换。爱运动的朋友，我们最好啊要减少甚至停止晨练，因为早上啊，在我们这个户外的空气啊，实在是吸入的这个有害物质太多。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走到室外这个环境当中去的人员，我们要学会佩戴口罩。那但是大家一定会有问题啊，那我该选择怎样的口罩呢？其实效果最好的是 N95 口罩，我们要选择口罩和面部贴合，否则呢，脸和口罩有一条缝留在那里，其实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口罩防护的意义啊。并且大家在使用完口罩以后呢，我们的清洁或折叠，这些都是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我们口罩不要湿的时候就把它折起来，我们应该把它晾干以后才折起来，因为否则湿润的环境会滋生细菌啊。那当然，我们这样一些口罩呢，也是可以清洗的，大家不是都是一次性的啊。那还有一项保护措施呢，其实可能是大家常常忽略的，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呢，在这样一个雾霾天的影响当中呢，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还要漱口或者清理我们的鼻腔。从户外回来，你可以用卫生纸或者用棉签，稍稍的在你的鼻腔里面清洗一下，你看看那个留在纸巾或者留在棉签上有多少脏东西。所以在这个天气当中，我们要学会进门以后，回到家里以后，我们要有效的去把这些东西去清除掉。我们可以轻轻的吸一点水来清理我们的鼻腔，因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身体被侵害的可能，因为致病的物质会量大大的减少啊。所以不是我们如何去改变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怎样来保护我们自己。其他呢，就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饮食当中啊，其实要增加比较多的新鲜蔬菜水果，这样一种含有维生素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量体的食物，因为这样一些食物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虽然我们不能够通过食物能够清除雾霾天这种微小颗粒对肺泡里面的有害物质的量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来抵抗防护。更多精彩内容，请订阅佳音电台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加入佳音 Facebook 专页。收听佳音电台节目，请前往官方网站，详细资讯请见影片下方简介。而且真的不要以为大陆的雾霾跟台湾没有关系，在冬天，大陆的雾霾会随着大陆冷气团漂洋过海到台湾，让台湾的上空看起来雾蒙蒙的，也夹带了很多污染物，引发呼吸道疾病。健康期刊指出，人体器官空污全都害，从头到脚都被空污包围，真是好棒棒。一份全球性的研究发现，除了呼吸器官受害之外，空气污染也可能影响到体内所有的器官和细胞。根据科学家在胸腔科期刊 Chest 发表的报告，空气污染除了造成气喘和肺气肿等呼吸性疾病，也会影响心脏、心血管和肌肉，并提升罹患心脏病的可能性。空气污染的微粒物通过肺部被免疫系统视为细菌，而释放出酵素和酸性物质来杀菌。这些蛋白质遍布全身，引发全身发炎，并影响大脑、肾脏和胰脏。而引发脑部相关的疾病有中风、失智症和影响智商。也有研究显示，睡眠品质差的罪魁祸首就是空气污染。根据英国《卫报》指出，该报告提到空气污染和各种癌症都有关联。空气污染也会影响骨质和发质，并也会引发脆骨病、皮肤老化以及麻疹。根据报告指出，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将会降低生育率，并提升流产的几率，也会对胎儿造成影响。而近期有一则研究曾在胎盘中发现污染物质，受空气污染影响较容易出现极低体重的胎儿，并会引发胎儿发育不良。主导研究的 Schroff-Nagel 博士担心，医生可能不了解空气污染对人体会带来的伤害，建议医生必须对此更加注意，并提醒和教育家长相关知识。王先生好，我这次不知道怎么了，我这次好像感冒很严重，一直咳好久，大概1个多月，不知道怎么办呢？注意，咳嗽不等于感冒哦。那会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一般啊，我们咳嗽3个礼拜以上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安排胸部 X 光检查来排除感染，像肺炎啊，或是其他的问题。有啊，之前那位医生帮我拍了 X 光，还抽了一些血，可是都说没有感染，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啊，怎么会这样？那我问你，你咳嗽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喉咙啊痒痒紧紧的？那咳起来的时候呢，会整条胸口会有觉得闷闷被压缩的感觉。有时候咳得很紧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这样咻咻咻叫的声音。而且在早上、清晨还有半夜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晚上有时候咳醒过来，人一定要坐起来才舒服，根本躺不下去。哇，医生你好会算命啊！好多症状都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对，其实你的情况啊，很有可能就是气喘。气喘，怎么会这样？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啊。其实气喘呢，就是过敏性支气管炎，它是指我们的呼吸道会有过敏的情况。当我们吸入一些过敏的物质，像是灰尘啊、尘螨啊、霉菌啊、猫毛、狗毛啊，或是一些蟑螂这些致敏源的时候呢，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呼吸道，然后让我们的呼吸道呢气管收缩起来，而且会产生分泌物，像痰一样的东西，想把这些坏东西给它排出去，所以我们就喉咙痒，就会想咳嗽，然后就会有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感冒呢，其实就是诱发气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哦。接下来呢，我会帮你安排支气管扩张吸入器的检查。尤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有我做完检查，吸了药之后，整个呼吸都好很多，也没有比较咳嗽。所以你很有可能就是有气喘哦。在我们气喘的预防方面，最重要就是要避开这些过敏源。